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香港机场。那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主题是美国运通的黑卡贵宾室，在60到80闸口这边，大家看到就有一间国泰，上次我们开箱过的Pier 那一间，然后这就是 A1 的这一间了。其实楼上还有啦，这边还有一间那个 Sapphire。对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那大家往国泰的60的方向走，对，有电梯可以坐，在右手边。那也有那个电扶梯，那我们坐电扶梯上去好了。那这个区块也是众多贵宾室的，大家看到就是大通银行蓝宝石贵宾室，然后 Emirates 也在这边，然后再就是美国运通，然后这边也有一间环亚的 Plaza。那我们现在美国运通需要往里面走喽，要穿过 Plaza 跟穿过这蓝宝石贵宾室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到 A1 的贵宾室了。噔噔噔，我们到门口了，就像这样，这就是 A1 的贵宾室的门口的长相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去，这边也是有漂亮的兰花的。那走进来的话，首先会到一个白金卡也可以进来的地方。那美国运通贵宾室的话，它是白金卡也是可以有使用的，台湾的白金卡是可以用的。美国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各国的限制。那台湾的话是主卡，跟附属卡都可以带2个人进来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外面的那个白金的区域的样子好了。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贵宾室，不过这边的餐食也是不错的。对，那外面的话酒跟饮料，我们就看到酒吧。东西也是很多，然后吧台上就有一些什么，就是这边是薯球，然后一些春卷，然后一些起司。今天的热食的话有梅子盐酥鸡，然后有炸虾饼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有蒸鸡，还有肉片，然后这边是有通心粉，还有蔬菜。然后这边的话有咖喱跟饭，那旁边的话有一些蔬菜水果沙拉。那这边会有个很棒的东西，这边一定会有这一道这个像煲汤的东西。今天是这个，今天这个鸡松茸花椒鸡汤。对，这边的话都会有个很棒的一个煲汤，虽然东西不是那么多，不过精致度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再照一下这个外面的环境，我们就要进到里面那一区喽。外面的空间的话就像这样子而已。那我们黑卡的话就会多一张像这样子的卡片，在外面check in的时候就会发给你。那我们现在凭这一张就要走到底之后，再往里面就别有洞天喽。Let's go。Hello，Thank you。把邀请卡给他之后，我们就进来里面这一区了。里面这一区完全不一样，我们去看看环境哦。里面这一区的话就会像这样，都是一些单独的个别座位，像小包厢一样。那这外面的话就是登机的地方，就是香港机场一贯的贵宾室都像这样子，可以看飞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菜单喽。今天的汤是北海道玉米浓汤，然后再就是来 A1 这边黑卡区最重要的鱼子酱，然后沙拉。然后今天有香煎虎虾拉沙，然后有油封鸭腿，然后有和牛，然后再来有通粉腊肠，也有印度的咖喱，然后再就有提拉米苏跟水果。那这个黑卡这个用餐区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只要有黑卡的话，就可以带同行友人2个人进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大家看到刚刚那个 menu 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觉得这一间黑卡的贵宾室的餐饮真的是没话讲。目前的话，美国运通在全世界各地机场的贵宾室部分有不少间，不过绝大部分当然都在美国啦。那所以海外部分并不多。那亚洲部分的话是这样子的，亚洲的话现在就是在香港这边是唯一的一间，那大洋中的2间，大洋中的2间有点怪，就是上官网去它定义不是很明确，不过到了雪梨机场那个 mark 还是写 Centurion 的 lounge， 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也算吧，但是就没有这间这么厉害。然后欧洲的话就是伦敦了嘛，我想很好猜，就是欧洲 A1 如果开贵宾室一定开在伦敦嘛，在伦敦机场的 Heathrow 的 T3， 我们有空也会去帮大家看一下。那大家都知道今年2025年要最新开的一间在哪里呢？羽田机场。嘿，羽田若开了我一定要去，我很期待羽田那一间，因为在日本嘛，我觉得东西的品质一定不错，然后A1 在那边开，那美国跟日本关系这么密切，日本也一定很多人有美国运通卡，所以
我想那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。那位置的话都已经出来了，在那个国泰浪局的楼下，所以如果雨天开了，我们一定要去给大家开箱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开箱香港的部分。那大家看到 menu 的部分呢，那最 signature 的就是这个鱼子酱了。那我就先上图片，鱼子酱是这边非常经典的东西。那我稍微拿起给大家看一下，就会有像这样子一个盖子，对，然后鱼子酱就会像这样，很重。对，那我今天点了鱼子酱，然后点了玉米浓汤，然后因为今天给大家看餐食嘛，所以我就请他去吃那个拉沙只有虾子，然后不要面，然后那个牛排也是不要马铃薯。酒的话，这边酒的选择也非常非常多，给大家看，而且它酒呢非常神奇。它酒的话，从早上7点就供应到晚上11点半，对，所以酒你可以随便喝。那这边的调酒的话，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种调酒了。我来这边的话，我喜欢喝这个，就是它的菌 basil， 这个我觉得很好喝，它是用菌，然后它就是 basil 去做的东西，这边我觉得很好喝。那酒单的话 ，Sparkle 里的香槟的话，就是有3款。香槟啊，那 Prosecco 啊 ，Brut， 气泡酒3款，然后白酒的话4款，Rosé 1款，红酒有3款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1款酒，11款酒，就是黑卡区里面就是像这样，然后调酒也有8种。我前几次来的时候，有一次就是在这边真的差点喝醉，差点喝到我没办法上飞机。因为那个遇到那个很热情的服务员，让你试一下这个，试一下这个，试一下这个，试一下那个。喝到我真的差点走出去的时候，差点无法走到登机口，所以后来就比较稍微克制一点。对，那我们就先也给大家品尝这个鱼子酱了。对，这个倒是有稍微 cost down， 之前是给的是那个贝壳汤匙，现在变成木头汤匙了。鱼子酱真的是头等舱的标配，这个酒也很棒。它的鱼子酱旁边的配料会换，也是换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边的菜单，我曾经吃过的，就除了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就是除了和牛啊。然后鸭腿啊，这是基本款之外，这边连那个什么，比如说花椒面啊、鲍鱼啊都出现过，所以在这边吃到什么东西都不稀奇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上一些，就是我曾经在这边吃过、拍照的，觉得很厉害的东西。这边菜单会换，然后经常会出现蛮多就是很厉害的东西，可以来这边尝尝看。如果有美国运通黑卡的话，其实这一间我觉得是一定要来的。就是既然都缴了黑卡的年费嘛，就是机场贵宾室一定要来走一走。而且这一间这么容易抵达，就在香港我们在台湾的不来这一间像话吗？一定要来嘛！而且还可以带2个人进来。有的时候航空公司的高卡，假如你带全家人的话，那航空公司高卡，即便你是国泰钻卡、国泰自家，你也只能带2个人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家人不止2个怎么办？没关系嘛，有些放在 A1，有些放去国泰，大家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嘛。对啊，所以这边也是个很好的选择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通常人也不会太多，空间上面也都是蛮舒适的。这边酒我也都试过啦，酒也都是很不错。然后像我刚刚点气泡水的话，它1点是这样上整瓶的1点。那 A1 贵宾室的话，我去过雪梨那一间，印象很深刻，因为雪梨那一间进去会给黑卡贵宾 Welcome Gift， 是给什么？一组整套的 ESOP 旅行组，整组的东西很多，所以那一间可以去拿东西。那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我的意思了，就是那一间里面就是东西就没有那么好吃。对，我觉得我目前去过的 A1 贵宾室可能不是那么多间，因为美国本土的我比较少去，也去过几间啦。但是餐饮的话，目前真的是香港这一间是太厉害了，我只能说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东西。就是美国本土的 A1 贵宾室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就这一些东西真的是超级好吃。我们来试一口玉米浓汤好了，也是不错。我们期待我们的主食上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点的主食都上来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是这个部分，一定会有这个和牛的部分。今天和牛是像这样1盅的，那之前也会有就是整块牛排的部分，所以它今天和牛是像一片一片的，像这样。我们来试一下和牛哈，胡椒和牛好香哦，好好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拉萨的部分，这真的是超大只的虎虾哦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鱼蛋啊、豆腐什么的。哇，你看这个虾头。我只能说，这间的话，食材的这个用料哈，你看这个虾子这么大只的那个虾子，还有这种和牛。那之前我刚刚大家讲说，我吃过海参啊、花椒都有。
这不是一般贵宾室会提供的东西，真的不是。头等舱才有鱼子酱吃，你要这样想。那头等贵宾室，好，至少目前以我就是可能还，看得不够多，至少以我去过的头等贵宾室，我还没有去过会提供鱼子酱的，只有这一间香港的 A1会提供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来试一口鸭腿好了，这个鸭腿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哦，有模有样的鸭腿哦。而且是现点现做的，因为我刚刚就是有等了一下他做餐的时间。对，鸭腿的部分我们也来试一口。鸭腿走的是比较那种软嫩的风格，这就不是我爱的风格。我比较喜欢外酥内软的，外面要酥的，它这就是走整个软嫩的。不过这个鸭肉也是软嫩是 OK 啦，对。那但是这个和牛超棒，这个拉萨超棒，就这个虾子。对，那当然它都是有配主食的，它像和牛是配饭，拉萨是面。鸭肉是薯蓉，只是我都请他主食去掉，因为今天给大家展示，我不可能吃这么多东西。对，上次我在新加坡连拍那4集啊，我真的不夸张，我回来一整天都不想吃东西，就是太饱了，我要饱死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稍微把那个主食稍微拿掉。对，那这一间的话，就是吃东西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。这间或许休息的空间没这么大，然后没有什么躺的地方，没有什么额外的设施，然后它的厕所部分也是跟刚刚那个白金卡区是共用的，这个或许比较阳春一点。但是我想，如果要论餐食的话，我觉得至少以我去过的贵宾室的话，我没有遇过比这个还要厉害的啦。可能我还没有去过那些中东土豪的头等贵宾室啊，但是以我目前去过的这几间的话，连新加坡新航的 Private Room 都不会提供鱼子酱。对，那当然这边真的提供的是非常的好。那我先把东西吃完，因为太好吃了，再跟大家继续聊。那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厕所的话是跟白金卡区共用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喽。这边也是有一间 shower room， 不过就是一间而已，这个就都需要等待了。对，然后厕所的话大概就像这样，干净也是没问题的，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配置。这边我其实来的次数算蛮多的，它主食部分每次来都很满意。那这边的肉类的品质都非常的好。那唯独只有一点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小经验啦哈，在黑卡区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它最弱的东西是那个汤品。汤品哈，反而刚刚外面那个比较好，外面它都会固定有一个那个港式的那个煲汤，那个煲汤非常好。有一次我就遇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服务员，然后他看我在犹豫要不要点汤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点汤，我去外面帮你拿一碗，那个更好喝。”我同意，完全同意，因为里面的汤的话都是以西式的汤居多，但其实在香港的话，那港式煲汤是非常厉害的。才刚看到外面有个那个什么花椒的那个煲汤嘛，这边的煲汤都真的非常好喝，所以如果你在黑卡区的话，其实你可以跟他讲说，我要外面的那个汤，叫他帮你拿一碗进来，那是可以的。外面的汤其实很棒，对，所以那反之，如果你白金卡的话，你来外面的那个区域做，你千万不要错过那一锅煲汤。那里面黑卡这一区的话，就除了独立性啊、隐私性之外，就是食物真的是非常好。那以我去过几间黑卡贵宾室的话，黑卡专区的话，有另外独立食物的并不多，通常都是一个独立的区域而已。那像美国有些贵宾室的话，上次我去到有一间是，应该西雅图吧，它里面就是有独立一区，那里面唯一跟外面不一样的食物只有一个，就是冰淇淋，多了一个冰淇淋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这边的话，这就是有一张很棒的一个 menu， 对，那它用的食材真的是非常棒，所以大家如果有黑卡的话，来这边是一定要来享受一下的，至少吃个鱼子酱没有负担嘛。对不对？至少你吃个鱼子酱再走嘛。然后这边牛都一定完全没有问题，海鲜也都很棒。对，早餐时段的话就会稍微弱一点。早餐时段的唯一的亮点是它那个蛋是日本进口一个叫做红蛋，对，其实它就是写那个赤啦，赤色的蛋，我其实不太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是它那个蛋很好吃。那个早餐时段的亮点是那个蛋，就是它的那个蛋料理的蛋是不错。但因为早餐时段的话变化就没这么多，没有鱼子酱这些阿里不达的东西，但是那个蛋是很厉害的，所以我蛮推荐大家，就是如果是中午之后用餐时间的话，因为这边开到11点半嘛，所以基本上你都可以来这边坐，然后吃东西，然后等飞机。那如果刚好你 gate 口也在
这附近的话呢，当然就最好了。那以上就是美国运通的黑卡贵宾室，那这个希望也可以成为一个系列，因为羽田我是一定要去的100%。那其他间如果我有经过，再帮大家拍一下，伦敦的也是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贵宾室再见喽。